这次帮你要开箱的轻薄笔电有一点点特别，就是 Lenovo 推出的 ThinkPad X1 Titanium Yoga， 究竟实际表现如何？一起来看看吧。这次帮你开箱的是一台有点特别的 Lenovo ThinkPad X1 Titanium Yoga。ThinkPad X1 系列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，所以没错，这次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在机身 A 面采用了 Titanium 钛合金的机身材质，实际摸上去的触感还是有一点点不同，整机成色相近淡雅的金色，在光线下则是可以看到机身表面透出的金属质感。此外，钛金属最大的特点就是在相对轻量的重量前提下，拥有更高强度的特性，蛮符合这台商务定位的轻薄笔电。邦尼也必须提一下，商务笔电和大多在办公桌上使用的情境不太相同，会有许多在外、在腿上、在小桌子上混合使用的情境。不论是车上、高铁上或是飞机上，商务笔电更重要的是在各种场景都可以更好的应付，重量、耐用性的使用优先级都会更重要一些，所以采用钛合金打造，在这类的使用场景的确是合理选择。在众多商务笔电中也更加特别，感觉会是公司里高阶主管御用的版本。A 面的设计非常干净简约利落， ThinkPad logo 的小红点则是会在开机时点亮。而在重量上，邦尼实测 X1 Titanium Yoga 机身重量落在 1.15 公斤左右，搭配上65瓦原厂充电器，也只有 1.45 公斤，不到 1.5 公斤的表现，重量控制真的非常不错。耐用性上则是通过12项军规测试。I/O 接孔部分，左侧配置了2个 Thunderbolt 4 USB-C 接孔，2个插孔都可以进行充电。右侧则是有防盗锁、3.5mm 接孔以及放置在侧边的电源按键。邦尼也说过很多次，放置在侧边主要是为了避免翻转后误触。比较可惜的是，这次2个接孔都是 USB-C， 会需要搭配转接器使用。体验上，目前邦尼实测 ThinkPad X1 Titanium Yoga 无法单手开合，不过最大角度可以达到360度。没错，这是一台翻转萤幕笔电。接着我们看到 B 面搭载的是具有触控功能的亮面翻转萤幕。顶部有 Windows Hello 脸部辨识模组，弱光下也可以进行脸部辨识。此外 ，ThinkPad X1 Titanium Yoga 的视讯镜头有实体镜头盖设计，可以直接关起来遮挡，不用再贴便条纸了。这次比较特别的是 ThinkPad X1 Titanium Yoga 也支援了智慧型感应的功能，例如当你回到座位凑近萤幕时，你不用按下任何按键，系统就会自动点亮萤幕，并且透过 Windows Hello 的红外线脸部辨识模组进行脸部辨识，快速登入电脑。而反过来自动关闭萤幕的功能也有，当系统侦测到你不在座位离开电脑时，就会自动关闭萤幕并且锁定，不需要等待自动锁定的时间到，萤幕就会自动关闭。接着看到萤幕，也算这次 X1 Titanium Yoga 的小重点，搭载了一块 13.5 寸 3:2 的 2K IPS 触控萤幕，拥有防眩光和疏水疏油功能。而3:2的萤幕比例，因为上下的画面是比较宽的，所以更适合文书跟网页浏览一些，对文书用途来说会更实用。比较特别的是，这次 X1 Titanium Yoga 也支援了 Dolby Vision 杜比世界，邦尼实测可以成功点灯 Netflix 的 Dolby Vision 以及 Dolby Atmos。重点是搭配上 X1 Titanium Yoga 的翻转萤幕设计，可以满足许多单纯只是想买平板来追剧的使用情境。性能上，经过邦尼实测，色域覆盖达到 100% 的 sRGB、78% 的 Adobe RGB 以及 78% 的 DCI-P3， 显色稍微偏暖，整体邦尼认为相对中规中矩。而在萤幕亮度部分，邦尼实测室内最大亮度表现不错，达到400尼特左右，可以应付大部分使用场景。同时 ThinkPad X1 Titanium Yoga 的翻转萤幕也可以切换4种模式，包含一般使用的笔电模式、立起来的帐篷或直立模式，当然还有蛮实用的平板模式。接着看到 C 面， ThinkPad X1 Titanium Yoga 除了有脸部辨识外，也同时拥有放置在右上角的实体指纹辨识，速度表现也还算不错。比较值得一提的是，因为 ThinkPad X1 Titanium Yoga 的 FN 键放在最左下角的位置，接着右边才是 Control。如果不熟悉的朋友，可以打开 Lenovo Commercial Vantage 的 App， 就可以把 FN 跟 Control 的功能位置互换，应该会比较顺手一些。此外，这次在键盘上同样有白色背光设计，在低光下可以点亮键盘。手感上会是偏软的薄膜，
对长时间打字来说没有问题。触控板的触感中规中矩，但是触控板可以在任何位置按下，并且都会有实体的回馈，不用特定在某个角落按压是比较实用的。不过键程会比较短一些。当然，经典的小红点设计 ThinkPad X1 Titanium Yoga 也有，当你身边刚好有小红点重度用户，顺手后时常就弃触控板和滑鼠而去，尤其在文书操作中，看起来是蛮顺手的。但这当然就是个人习惯问题，不熟悉小红点的朋友，帮你也简单带大家来看。只要把食指放上去，轻轻向左或向右给予一点压力，就会发现画面上的鼠标跟着你压下去的方向动起来，代替的就是在触控板上滑动或移动滑鼠的动作。接着单手使用的话，你可以搭配拇指点击触控板左边的按钮，就是滑鼠左键，而最右边就是右键的功能。那中间呢？中键就是代替滚轮，按下中间的按键后，向上或向下推小红点，页面就会开始滚动。随着触碰小红点的力道不同，可以慢慢的，也可以快速的上拉或是下拉。所以只要熟悉，如果只是要浏览，就可以完全单手使用。而对商务用户来说，有时候移动在车上办公，滑动触控板可能不这么顺手，这套经典的操作方式就可以左右手一起上攻啦。此外 X1 Titanium Yoga 也有独立的截图按键，对文书作业来说会更实用。而在效能上，就如同邦尼刚提到的 X1 Titanium Yoga 更像是混合商务需求的定位，采用11代 Intel Core V Pro 系列处理器，一样有 Intel Evo 认证。邦尼手上的 X1 Titanium Yoga 搭载 Intel Core 11代4核8执行序的 i5-1130G7， 定位就是低功耗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次 i5-1130G7 同样搭载了全新的 Intel Iris Xe 内显80个 EU 的版本。记忆体部分搭配 LPDDR4X 4266MHz 16GB， 储存空间则是搭配512GB 的 SSD， 读写分别落在2300、1500左右。接着帮你也简单带大家看一下性能实测。首先是 Cinebench R23 ThinkPad X1 Titanium Yoga 单核及多核分别落在1077以及3541，跟邦尼资料库中的 i5-1135G7 多核大约有 15% 的性能差异。不过这毕竟是一款低功耗定位的 CPU， 所以表现在预期之内。大家也知道，商务定位的产品大多会把在外奔波的使用情境优先级拉得高一些，所以就是合理的选择。PCmark 现代办公拿下了4500分左右，对商务文书浏览的需求来说还是蛮够用的。如果是偶尔需要 Photoshop 或是 Lightroom 图片编辑的使用情境， i5-1130G7 在 Procyon 图片编辑中也拿下了4502分，日常做一些图表或是做一些图片素材也没问题。不过若是以偶尔拿来剪片的状况下， i5-1130G7 就会稍微吃力一些。邦尼也实测 Premiere Pro 2021的实际表现，采用一般剪辑需求的测试，实测总长10分钟 4K 影片，并且经过简单调色及混音，符合大部分使用者需求。最后选择 Premiere Pro 预设的 YouTube 4K 进行输出，结果耗时18分34秒。整体来说，还是优于10代的 i7-1165G7 不少，也接近11代的 i7-1165G7。不过毕竟瓦数还是有差，剪辑1080或是单轨 4K 的日常短影片会比较适合没有压力一些，更高的需求就要往上选了。接着我们直接执行 3D Mark Time Spy 的压力测试，在20轮测试后，机身最高温度落在 45.7 左右，键盘区域最高温则是落在大约37度。整体来说，出风口附近的温度会比较明显，打字区域就是微温，但如果是一般日常文书使用，温度会再更低一些。而在实际性能上，以下邦尼也直接提供 3D Mark 跑分结果供大家参考。整体来说，虽然 i5-1130G7 还是低功耗定位，但受益于 Iris Xe 的表现，在 GPU 上的提升还是可见，甚至调整画质后，闲暇之余偶尔玩些非重度游戏也能顺跑。续航力部分 ，ThinkPad X1 Titanium Yoga 采用44.5瓦时电池，其实并不算大，不过受益于低功耗版本的 CPU， 在 PCmark 时现代办公的电池续航力测试中，最终拿下了9小时29分。以电池大小来看，其实算不错了。对商务在外使用1天的文书处理来说，应该没有太大问题。在充电测试中，邦尼实际使用原厂随附的65瓦充电器，1小时可以充满 46%， 2个小时 78%， 最终完整充满耗时2小时33分。顺带一提 ，X1 Titanium Yoga 也支援 WiFi 6。最后，邦尼也提供所有跑分结果供大家参考。
整体来说 ThinkPad X1 Titanium Yoga 拥有非常特别的钛合金机身，辨识度还是蛮高的。在众多商务笔电中，钛合金的特性可以很好应付到处奔波的商务情境，并且在维持轻薄的前提下，提供更好的耐用性。采用3:2 2K 的翻转萤幕，除了更适合文书跟浏览网页使用，就如同邦尼先前提到的，翻转的设计也可以切换成平板模式，对想购买平板单纯来追剧的朋友就可以派上用场。此外，这次也支援了脸部以及实体指纹2种生物安全辨识，同时也保留了经典的小红点设计。而在效能上 ，ThinkPad X1 Titanium Yoga 采用低功耗版本的处理器，不过受益于全新的11代处理器，搭配上 Iris Xe 的有感提升，对商务办公下的使用情境是没问题的。但毕竟还是轻薄商务定位的机种，对一般使用者来说，如果有更高的效能需求，就要往上选。比较特别的是，在选配当中 ，ThinkPad X1 Titanium Yoga 也有5G 版本可以选择。好啦，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。如果还有任何邦尼没测到的，或是任何问题，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。最后，邦尼也提供 X1 Titanium Yoga 的外放测试。这次在硬体上采用的是双喇叭设计，邦尼实测最大音量落在82分贝左右。实际外放表现，以下邦尼也提供一段实测。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，不要忘记订阅邦尼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、Instagram 以及 Line@ 找到我们。如果还有其他问题，别忘了底下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！